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極度硬核，但也極度迷人的主題——生成式人工智慧模型的全站最佳化。我們現在都對那些能夠一鍵生成絕美圖片，甚至是流暢短影音的 AI 模型感到驚豔，對吧？但是，當我們在熒幕前讚嘆這些驚人成果的背後，各大科技公司的工程師們其實正面臨着一場殘酷的運算資源消耗戰。今天這份知識拆解，核心基於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中頂尖研究工程師的深度分享。我將帶領各位從最底層的硬體與運算瓶頸，一路解析到最前沿的模型架構優化策略。我們身為實戰派，不只要知道 AI 能做什麼，我們更要深刻了解它是如何克服物理與硬體的極限，來達成這些不可能的任務。其實，這不僅僅是軟體層面的魔法，更是硬體架構與演算法極致配合的藝術。今天的討論會非常緊湊，我們明確分成6個階段。第一是 AI 生成瓶頸，第二是擴散模型解剖，第三是效率的迷思，第四是硬體感知架構，第五是對其使用者需求，最後第6是進階最佳化技術。我們直接進入正題。第一部分 AI 生成瓶頸，我們首先要搞懂為什麼生成一張圖或一段影片需要花費這麼長的時間。重點來了，很多人會把目前當紅的文字型大型語言模型跟處理影像與影片的擴散模型混為一談，認為他們遇到的技術障礙是一模一樣的，但這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誤解。大型語言模型的效能瓶頸通常卡在所謂的記憶體頻寬，也就是資料在晶片之間搬運的速度不夠快。但是生成影像的擴散模型卻完全相反，它是極度受限於運算能力。這意味着擴散模型在生成影像時需要執行海量且密集的數學運算，這樣過去語言模型領域所累積的優化經驗沒辦法直接套用過來，這導致了一個驚人的現實瓶頸。如果我們使用目前最先進的開源影片生成模型，僅只是想要生成一段長度5秒鐘、每秒16幀、解析度 720p 的短影片，系統竟然需要花費長達30分鐘的滿載運算時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這30分鐘內伺服器裡最頂級的高階顯示卡都在全速運轉，這背後代表着極高的時間成本以及極度龐大的能源消耗，這在實務上是完全無法接受的。我們進一步把具體的運算數據攤開來看，情況更為驚人。根據測試數據顯示，在目前業界最頂尖的 H100 顯示卡上，單生成一張 1024×1024 解析度的單一圖片，就需要占用高達34 GB 的記憶體，並且耗時整整7秒鐘。而剛才提到的那種5秒鐘短影片，更是長達半小時。我們從實務商業應用的角度來深度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推出一個 SaaS 產品，要求使用者為了一張圖片在熒幕前乾等7秒，或是為了一段短影音等待半小時，這種等待時間完全破壞了產品的即時互動性，這在商業邏輯上是絕對不合格的，對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針對整個技術堆疊進行全面最佳化的根本原因。這不僅僅是為了省電或是炫技，更是為了讓這些強大的模型真正具備商業落地的價值，變成大家日常可以流暢使用的工具。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進入第2部分擴散模型解剖，我們要來追蹤一段提示詞的奇妙旅程。為了優化效能，我們必須把擴散模型這個黑盒子打開，仔細檢視它的解剖構造，才能精準定位出那個消耗了我們所有運算資源的效能怪獸到底藏在哪裡。整個推理工作流程可以清楚地拆解為4個主要步驟。第一步是文本編碼器，它負責將人類輸入的語言精準翻譯成機器能理解的數學向量。第2步是調度器與隨機雜訊，系統會先生成一片完全隨機的雜訊作為畫面的起點，
這就像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石頭。第3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叫做擴散網絡。它通常是一個巨大的 transformer 或是 unit 架構。這個網絡會根據時間不長與剛才的文本向量，反覆地將雜訊一點一滴去除。這是一個需要進行幾十次甚至上百次回圈的迭代過程。最後第4步則是解碼器，負責將去除雜訊後的純淨資料轉換成我們肉眼看到的最終畫面。這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最先進的生成技術從來就不是單一一個模型，而是一條漫長的生產線。而其中的第3步，也就是那個需要反覆執行去噪運算的擴散網絡，正是我們必須全力優化、最耗費運算資源的超級巨獸。我們繼續聊下去。為了減輕這隻運算巨獸的負擔，業界引入了一個非常關鍵且優雅的概念，也就是潛在空間。我們用深度邏輯來分析一下，如果我們直接在原始的像素空間裡去計算每一個點的顏色與亮度，那一張 4K 圖片就有800多萬個像素，對於記憶體跟運算力的消耗將會是天文數字，這在物理層面上幾乎是死路一條。因此，我們利用編碼器將龐大的像素資料大幅壓縮成一種高密度的數學特徵表示，這就是所謂的潛在空間。這就像是把一張超高解析度、極度複雜的建築藍圖完美壓縮成一組精密的數學坐標，模型只需要在這個體積小得多的潛在空間中進行複雜的去噪運算。等一切都計算完畢後，再透過解碼器還原成肉眼可見的像素畫面。這種做法大幅提升了運算效率，也已經成為當今生成式 AI 領域無可撼動的業界標準。第3部分，效率的迷思，我們要來挑戰一個業界常見的參數數量神話。重點來了，當我們意識到運算量太大時，很多人直覺上的第一個反應通常是，那我們就把模型變小一點，砍掉一些參數，速度不就變快了嗎？其實，這是一個在業界非常普遍的嚴重迷思。單純減少模型的參數數量，並不等於解決了運算效能的問題。根據實際的測試數據對比顯示，一個參數龐大的沖醒模型，如果在架構設計上得宜，它反而可能展現出極高的吞吐量，運作得非常順暢。反觀某些刻意縮減參數的輕量化模型，因為它們在內部設計上，每一層需要執行更繁雜的浮點運算次數，最終導致它的處理速度反而比那些參數龐大的沖醒模型還要緩慢。這證明了一件違反直覺的事情：參數多寡絕對不是衡量生成速度的唯一指標，盲目追求小模型，反而可能拖慢整體效能。那麼，真正的效率提升究竟來自哪裡呢？深入的分析指出，關鍵不在於盲目的縮減參數，而在於針對我們要部署的目標硬體去量身打造模型形狀。這包含了精細調整注意力頭的數量，或是隱藏層的維度大小。硬體的運算核心，像是 GPU 裡面的張量核心，都有他們最喜歡處理的矩陣大小。這就像是港口貨輪與貨櫃的關係。如果你把貨物打包成標準尺寸的貨櫃，吊車搬運的速度就會極快。如果你硬塞各種奇形怪狀的包裹，就算總重量變輕了，搬運效率依然會大打折扣。只要我們能將模型內部結構的形狀完美契合特定顯示卡的硬體架構特性，確保記憶體的讀取與寫入都能達到最高效率，那麼即便模型的總參數數量維持一模一樣，我們依然能夠獲得極其顯著的速度提升。這是一門將軟體演算法與硬體底層邏輯深度結合的高度專業工程。進入第4部分，硬體感知架構，讓我們來看看如何解決高維度輸出帶來的嚴峻挑戰。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既然談到了硬體，我們現在的使用情境越來越嚴苛，大家都在追求 4K 甚至更高畫質的影像生成。這種極高維度的輸出需求，如果不做特殊處理，絕對會讓我們的硬體過載宕機。標準的擴散模型通常採用8倍的潛在空間壓縮率，但是在面對高解析度任務時，這樣的壓縮率仍然會導致龐大的運算量與極慢的生成速度。
相較之下，像是業界著名的 Sana 高解析度生成模型，採取了非常極端的手段，直接將壓縮率一口氣拉高到16倍，甚至24倍。這種極端壓縮直接帶來了驚人的25倍延遲降低。當然啦，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極高的壓縮率必然意味着我們會遺失大量的影像細節與表現力。這就必須依靠工程師在神經網絡的其他部分加入特殊的路由機制與資訊補償技術，才能在保住超快運算速度的同時，把失去的畫質給完美救回來。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要在高畫質、高解析度生成中取得實務上的突破，我們需要打出一套漂亮的組合拳。這裡涵蓋了4個核心要點：第一，必須大膽實施極端的架構壓縮；第二，透過特殊的網絡路由機制來找回壓縮過程中遺失的資訊；第三，結合各種降低延遲的系統優化技術；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一環，就是利用高度優化的硬體核心演算法，例如現在在 AI 界非常有名的 Flash Attention 技術。Flash Attention 能夠極大地優化記憶體的存取模式，確保運算過程中的資料盡量留在運算核心內部，避免頻繁且緩慢的記憶體讀寫。透過這套從底層演算法到高層架構的全面配合，我們才能讓超高解析度的生成任務在一般消費級硬體上真正具備使用價值。第5部分，對其使用者需求。這是一個超越純粹追求硬體速度的重要思維轉換。我們繼續聊下去。如果我們把一個模型優化的跑得飛快，但是生成的內容卻完全不符合使用者的需求，那這種速度其實毫無意義，對吧？因此，我們必須超越單純對硬體速度的追求，探討如何將模型的產出精準對其使用者的全實意圖。傳統上，我們完全依賴自然語言的文字提示，這其實充滿了不確定性。就像你在跟一個非常有才華，但總是聽不懂人話的畫家溝通一樣，反覆修改非常耗時。但如果我們改用結構化提示，允許使用者直接提供具體的骨架姿勢圖，或是精確的影像分割圖來進行條件控制，透過這種方式，我們直接把精確的結構框架塞給模型，跳過了讓 AI 盲目猜測的過程。這不僅大幅減少了使用者反覆嘗試、浪費運算資源的時間，也讓專業創作者能夠迅速、精準地實現他們心中確切的畫面構想。這才是真正的效率提升。但實務上，如果我們沒有現成的骨架圖可以提供，又覺得為了一個特定風格去重新微調訓練一個大模型太過昂貴，該怎麼辦呢？技術專家提出了一個非常聰明的自動化回圈技術，稱為推理時間擴展。它的運作邏輯非常迷人。首先，系統用你給的初始提示詞生成一張圖片。接着，在後台利用像是 CLIP 分數這樣的量化指標，自動評估這張圖片與提示詞的契合程度。如果分數太低，系統會默默呼叫另一個大型語言模型，自動幫你改寫出更精確、更豐富的提示詞。最後，使用這個新提示詞重新生成圖片。這個過程完全不需要人類介入，就像是在系統裡內建了一個不知疲倦的 AI 藝術總監，它會不斷自我修正，直到生成的結果完美符合目標為止。這是一種將運算資源精準投資在推理階段，借此換取極高品質產出的高性價比策略。最後進入第6部分，進階最佳化技術。我們來看看如何利用蒸餾策略進行極致瘦身。重點來了，當硬體形狀的契合度與使用者意圖的對齊都處理好之後，我們還能利用被稱為蒸餾的策略，對模型進行最後的極致瘦身。業界實務上主要運用3種強大的蒸餾策略。第一種是知識蒸餾，這就像是資深教授親自教導聰明的本科生。我們把一個龐大且緩慢的模型所具備的豐富知識與能力，轉移到一個體積較小、結構被壓縮的模型中。第二種是時間部蒸餾。大家還記得前面提到，擴散模型需要幾十次的反覆回圈去造嗎？這個技術的目的就是要透過特殊的演算法，大幅減少達到合理畫質所需要的回圈步驟數，可能從50步直接暴減到只需4步。
第三種則是混合方法，也就是雙管齊下，把架構壓縮的知識蒸餾與減少步驟的時間部蒸餾完美結合。這種極致的雙重優化手段，能夠為我們帶來當前業界最高水準的綜合運算效率。就像課程中頂尖研究員所分享的一句核心理念，最佳化已經遠遠超越了單純對速度的追求，它關乎於硬體的適配、應用場景的對齊、整體的吞吐量，以及最重要的，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性。這句話精準地點出了全站最佳化的真諦。身為從業者，我們在做的絕對不是為了節省幾毫秒的無聊軟體跑分競賽，而是一項全方位的系統工程挑戰。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要打造出能夠即時互動、充分利用底層硬體優勢，並且真正解決使用者痛點的強大 AI 工具。只有當這一切完美結合，生成式 AI 才能真正改變世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擴散模型的效能極度受限於數學運算，我們必須打破模型越小越快的迷思，根據硬體特性打造專屬的模型形狀，並透過極端潛在空間壓縮、結構化提示與進階蒸餾技術，才能在有限的算力下實現真正高畫質的即時互動 AI。在我們掌握了這些技術之後，留下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了打造出能夠真正即時互動的世界模型，我們的下一個隱形硬體瓶頸又會出現在哪裡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加充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